不仅是台湾人，所有人对2027这个年份都有说不出的焦虑。36000平方公里的台湾岛，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陆身边，显得是那样的弱小无助。一旦中共决意动手，台湾能扛多久？2027这个时间点变得众所周知，最早是由美国印太司令部的前司令戴维斯提出的。他在2021年3月份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提出，中共在2027年以前就会具备攻台的能力。从那以后，2027这个数字就像一个倒计时的时钟，悬在了台湾头上。在2025年5月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又再度点名中共可能在2027年犯台。那很多人会说了，这种狼来了的预言已经讲过太多次了，听听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就不谈飞弹会不会飞过台湾海峡，而是另一个经常被提到的话题，也是让人更有压力的剧本——经济封锁。那么请问台湾的经济家底到底有多厚？韧性到底有多强？能不能抗得住封锁呢？一讲到台湾经济，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小岛嘛，经济规模肯定不大。如果拿 GDP 的总量来看，确实没错，台湾和美国、中国、德国相比，确实不是一个量级的。但是作为一个人口2300万人、面积36000多平方公里的岛屿，目前这个经济体量肯定也不小了。2024年台湾的 GDP 大约在8000亿美元上下，在全球排20名左右，与瑞士、波兰在伯仲之间。但是波兰的土地面积是台湾的8倍，人口又多了1300万，所以这么一看，是不是一下又觉得台湾其实相当有肌肉了呢？从经济总量的角度，再努力，甚至都可以进 G20 了。但是各位，关键并不在这里，看经济千万不能只看总量这个数字，真相往往隐藏在看不见的细节当中。第一个指标，台湾人口袋里的钱其实比你想象的要更多。我们来看一个更有趣的数据，人均 GDP， 这才代表一个地方的平均富裕程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估计，2024年台湾的人均 GDP 已经接近了35000美元左右，那这个数字已经超过日本，略低于韩国。如果再看一个更实在的指标，叫购买力平价人均 GDP， 你又会有不同的印象。这个指标是说，你赚的钱在当地到底能买到多少东西。根据福布斯的排名，台湾在这个榜单上常年稳居全球前15名，把法国、德国、加拿大这些老牌强国都比下去了。所以我们所以为的台湾和真实的台湾还是相当有出入的。By the way， 中国的购买力平价人均 GDP 在2024年在全球排多少呢？排第78位。所以第一个结论很简单，台北的高楼也许没有浦东多，灯光秀也没有上海外滩炫，但是台湾的确是一个很低调的富裕社会。再让我们来看第二个指标，就是全球经济的心脏支架，没它不行。当然，富裕可能只是纸上富贵，一场危机来了就全部归零。台湾经济真正的王牌是它在全球经济当中的不可替代性，这张王牌就是半导体。这3个字你可能都听烂了，台积电、护国神山这些词儿大家都会说。那这个护国神山到底有多神呢？2024年，台湾半导体产业占了它 GDP 的大约20%，出口额的大约40%来自于半导体。2023年，台湾占全球半导体产能的23%，领先中国的21%，韩国的19%和美国的10%。你现在用的手机，不管是 iPhone 还是安卓，你上班用的电脑，你打游戏的显卡，天上飞的卫星，未来满街跑的电动车，甚至是驱动 ChatGPT、Sora 这些 AI 模型的伺服器，所有这些被称之为高科技的东西，它们的大脑都是高阶芯片。没有芯片，手机就是一块玻璃板，飞弹就是坨废铁。那这些芯片，请问是谁造的呢？估计答案你已经想到了，就是台湾。不是台湾也参与制造，而是基本上只能台湾制造，特别是高阶那一部分。这是不是听起来你会觉得有点夸张呢？
根据最新的市场数据，台积电占全球晶圆代工市场64%的份额，接近2/3了。但是2至3奈米制成的最高阶、最聪明的逻辑芯片，目前90%以上的产能都在台湾。另外，三星、英特尔等少数几家公司也有生产能力。这是什么概念呢？意味着如果台湾的芯片工厂因为任何原因，哪怕只是因为停电而停工了一天，那么全世界的电子产业都会受到重创。比如在2021年，当时全球正因为疫情陷入严重的汽车芯片大缺货，丰田、福特等等大车厂都在排着队等着台积电的产能。结果那年4月份，台积电因为短暂停电，就影响了数万片晶圆的工作，估计就那一天的损失高达10亿台币。台积电如果完全停产，会拖累着全球 GDP 损失可能1%到2%。美国前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多次公开表示，美国每年要从台湾进口价值500亿至600亿美元的芯片，这是一种依赖，也是一种脆弱。你看，连世界第一强国都公开承认对台湾的依赖，这就是台湾在世界产业链当中的那个霸权地位。它不是靠航母和军队建立的，而是靠几十年积累的技术人才和产业生态系统建立的。其实除了半导体，台湾在很多你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也是低调的冠军。全球有超过70%的伺服器主机板，超过80%的笔记型电脑都是在台湾制造或者设计的。你手上那部精巧的 iPhone， 其实里面也有大量的零组件，从镜头、电路板到机壳，也都是来自于台湾的供应链。所以第二个结论也很清楚，台湾经济之强不在于体量，更在于关键。它就像外科手术里用的那个心脏支架，体积不大，但是装在了全球科技动脉最核心的位置，要拔掉它，全球都会害心肌梗塞的。好，再让我们来看第3个指标，就是压箱子底儿的钱。一个国家要能够应对外部经济风险，光有产业还是不够的，还得有足够的现金，而这个现金就是外汇存底。外汇存底就像是一个国家的紧急备用金，当有金融危机发生，货币被攻击，或者需要大量进口物资的时候，这笔钱就是救命钱。那么请问台湾的压箱子底儿钱到底有多少呢？截止2024年底，台湾的外汇存底常年维持在5600亿到57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字仅次于中国、日本和瑞士。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台湾的人口2300多万，但是外汇存底比加拿大、英国、法国这几个 G7 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如果按照人均计算，台湾的人均外汇储备仅次于瑞士，是全世界的第2名，高到不可思议。这笔巨款就是台湾在应对经济封锁、稳定金融市场和采购物资时候的底气来源。同时，根据欧洲安联集团的全球财富报告，如果计算人均金融净资产，台湾经常能够排到亚洲的前2名，进到全球的前5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台湾是个藏富于民的社会，整个社会的金融体制非常健康。好，上面所说的都是台湾的家底，是不是让人觉得就算台湾被海空封锁，应该也能扛一阵呢？别急，任何坚强的事物也都有它的弱点。接下来就让我们找找看，台湾除了经济总的体量不太大之外，还有怎样的弱点？阿基里斯是传说中特洛伊战争当中希腊的首席勇士，刀枪不入，勇猛无敌，只有脚后跟是他的致命弱点。因为他母亲在他出生的时候把他浸入冥河当中，唯独就是握着的脚后跟没有碰到水。所谓阿基里斯之踵，就是指致命的弱点。台湾经济有3个明显的阿基里斯之踵，在和平时期这些弱点并不太起眼，但是在全面封锁这种极端情况发生的时候，它们却会招致致命的后果。第一个弱点也是最明显的一个，就是能源。根据台湾经济部的数据，台湾能源有超过97%依赖进口，这也是岛屿经济体常见的问题，就是战略性资源匮乏。如果不算核电，台湾与日本的能源对外依存度差不多，但因为日本有核电，所以能源的对外依存度是88%，低于台湾。
台湾所需的石油几乎100%都是从中东和美国进口，天然气绝大部分来自于卡塔尔、澳洲和印尼，煤炭的主要来源地是澳洲和印尼。这些能源都是通过油轮和液化天然气船跨过上千公里的海洋运送到台湾港口的。台湾因为自己没有能源产能，所以只能以提升战略储备的方式来应对封锁。台湾的天然气安全储量目标已经从7天提升到14天，甚至更高。石油的安全储备法定是90天的消费量，实际上现在已经达到了147天。一旦发生封锁，海运被切断，会发生什么呢？台湾的发电燃料80%是来自于天然气和燃煤。一旦天然气的供给被切断，那么2个星期之后，台湾的发电厂就得降低产能，甚至停机。在接下来，为了保障与国防有关的产业，还有社会基本功能运行的产业，那么其他的工业和居民用电都要被限制，就要被轮流停电，甚至是长时间断电。那台积电那些耗电量惊人的晶圆厂、中钢的大型炼钢炉、石化产业恐怕就要停摆了。1个月后，当石油储备也开始告急的时候，路上的公车、卡车和私家车们就得开始排队加油了，整体经济都会停滞下来。有人会说，所有这些问题难道不是都可以通过增加储备的方式来解决吗？比如储备个2-3年的用量，手中有油，心中不慌吗？但实际上问题又不是这么简单。因为能源这类大宗商品的国际价格处于实时的波动当中，在价格下跌的周期，大量储备意味着巨额亏损。一旦储备设施建成，比如储气槽、仓库，设施的维护本身又要花钱，又必须保持一定的利用率，全都是烧钱的干活，都对国家有限的财政力量造成了挤占。在和平时期是否合算，就会引来很多争论。就像一家营业规模小的商店，平时保持大量的库存，肯定会占用资金，影响经营，是一个道理嘛。那接下来再让我们看台湾的第2个弱点，粮食。民以食为天，那么台湾人的饭碗到底端得牢不牢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组数据。台湾的稻米可以100%的自给自足，甚至还有余粮，但是人不能只吃米饭，对吧？台湾的杂粮自给率就低到了惊人。小麦有99%依赖进口，黄豆98%靠进口，玉米95%进口。封锁线一旦拉起来，台湾的粮食进口也断了。政府的战备粮储备可以维持几个月，但是如果不幸到几个月之后呢？首先断供的是饲料，肉类、蛋类的供应就会出现巨大的缺口。不过，在所有卡脖子的事当中，粮食反而是台湾自己最容易解决的。台湾有战备农田计划，就是政府在和平时期就已经把可用的休耕地盘点列管好了都已经造册管理，确保这些土地在危机的时候能够绕过临时占用的复杂手续，快速投入复耕，就种植一些黄豆、玉米这类生长周期短的关键性杂粮，就可以缓解危机了。我们再来看台湾经济阿基里斯之踵的第3项，航运。这个弱点其实是前2项弱点的集合。台湾是一个典型的海岛型经济，这种经济体的本质就是既从全球买，又向全球卖。台湾从中东买石油，从澳洲买铁矿石，从日本买精密化学品，然后在台湾加工，制成芯片、电脑、工机具，再出口到美国、欧洲和全世界。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根本特征就是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大部分产能其实是为国外需求生产的，不是靠本地内需拉动的。2024年，台湾进出口占到了台湾 GDP 的比例，大约是108.7%。台湾的这3大弱点是它的地缘位置和经济模式所决定的，是改变不了的。这也是为什么封锁台湾会被认为是和军事攻击有不相上下胁迫力的手段。锁台和攻台在美国眼里其实都是属于强行改变现状的举动。出口导向型经济这种天生的脆弱性，使得经济封锁从来都是这种国家所面对的生存威胁。在英国的历史上，曾经3次面临封锁。第一次是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期间，拿破仑企图打造一个大陆体系来对付英国的海权体系，目的是控制全欧洲的主要港口，不和英国做生意。当时英国已经是欧洲工厂了，那这就将导致英国的破产。
当拿破仑没有办法击败皇家海军，也没有办法渡海入侵英国的时候呢，就想发挥法军的陆军优势，强迫全欧洲加入他封锁英国的体系。由于在这个目标上，他和俄国发生了分歧，直接导致了1812年法国对俄国的入侵。之后的2次是第1次和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企图用潜艇战术封锁英国，击沉一切从英国驶出来的船只，也击沉所有驶向英国的船只，包括中立国的商船，也是企图以饥饿和匮乏迫使英国屈服。那最终，英国在盟国的帮助下，也赢得了这2次反封锁战的胜利。英国击败了封锁他的企图，维持了海上航运的畅通，靠的是他独步天下的海军。所以，岛国的经济安全本质上是一个军事问题。当然，台湾自己不可能拥有比中共更庞大的海空军，所以军事安全的出路只能是加入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取得其他军事强国的安全承诺，这是头号任务。在这个底层问题之上，再是谋求经济上的自立。台湾从政府到民间都深知自己的脆弱，除了军事上的努力之外，台湾确实也正在下一盘大棋，这盘棋就叫做提升经济韧性。所谓韧性，就是抗打击、耐消耗，还能快速回血的能力。这盘棋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追求脱离实际的完全独立其实也是达不到的，而是要达到2个非常务实也至关重要的战略目标。第一，就是在最坏的海空封锁的情况下，确保台湾经济不至于瞬间崩盘，不战而降。台湾要能够撑住，咬住牙，勒紧裤腰带，为国际盟友的介入赢得宝贵的反应时间。第2个目的，就是在长期地缘对峙的情况下，证明台湾有能力绕开单一市场的钳制，和全世界做生意，维持自身的持续繁荣。第2个目的，再说的白一点，就是一旦和大陆脱钩，台湾一样也能过得好。要达到这2个目的，就得靠2招，而且招招都要落到实处。第1招，彻底调整经贸结构，重划朋友圈，广结善缘。这一招也是台湾摆脱被卡脖子的关键。过去几十年来，台湾经济和中国大陆紧密绑定，台商纷纷西进，工厂搬过去，商品卖过去，看起来是双赢。但是局势一旦紧张，这种资本和供应链上的依赖关系，下一秒钟就会变成被卡脖子的风险。那怎么不被卡脖子呢？答案就是去风险化。从2016年开始，台湾政府开始大力推行一个釜底抽薪的政策——新南向政策，不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政府用政策引导和奖励的方式，鼓励台商把投资和贸易从中国大陆逐步转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包括了越南、泰国、印尼这些有潜力的东南亚国家，也包括转向正在崛起的印度，以及在南半球的成熟伙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很多人一开始质疑，台商在中国大陆扎根几十年，哪能那么容易说走就走呢？但实际情况是，当你行动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总是会比想象中要容易。那咱们还是直接用数据说话。根据台湾经济部的数据，台湾对新南向国家的投资金额，其实在2022年就已经超过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台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从2015年的巅峰1年近100亿美元一路下滑，到2023年只剩下1年30亿美元还不到1/3。2024年更是骤降到了只有3.6亿美元，只占台湾这一年对外投资的7.52%。然而在同一年2024年，台湾对新南向国家的投资额是多少呢？87.26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对中国大陆的投资。贸易也印证了同样的趋势，这个进程可以说相当快。投资和贸易的分散降低了台湾在危机时刻被拿捏的风险。当产业链不再高度依赖对岸的工厂和市场的时候，对方想要用经济手段迫使台湾屈服的筹码就大大减弱了。从长期看，这更是为台湾的经济繁荣打开了一扇更广阔的门。高度依赖中国大陆，那么中国经济衰退了怎么办呢？而东南亚和印度则是全球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引擎，提前去卡位深化连接，也等于是为台湾的未来买了一份高报酬的成长股嘛。增强经济韧性的第2招叫做让世界不能没有你，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
台湾的地缘劣势非常明显，就是幅员狭小，缺少军事上的防御空间，所以在遇到攻击和封锁的时候，就必须尽快打消盟友的迟疑顾虑，呼叫来他们的帮助。如果说第一招把鸡蛋分散到不同的篮子里是防守，那这第二招就更具有主动的意义，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不可替代性。只有这样才能够打消盟友出手时的迟疑。台积电是台湾的护国神山，但只有这一座山是不够的，而是要有一整片的中央山脉，要让台湾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从一个重要节点成长为一个核心中枢。那怎么做呢？台湾政府推出了6大核心战略产业计划，除了继续巩固半导体的绝对领先地位之外，还要大力扶持绿色能源、生物医疗、国防、先进材料等等领域。这些产业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孵化出一批高科技产业群，得放眼望去是一片高科技的产业高峰。那这里就要谈到台积电去美国、日本、德国开厂的问题，尤其在川普的压力下，台积电把部分产能转移到了美国。那请问这是不是在掏空台湾，降低台湾的重要性呢？从表面上看，确实是把产能分散出去了，但是如果你深入的看，它又是一招乾坤大挪移。台积电仍然把最先进的研发中心和最顶尖的2奈米，甚至是未来1.7奈米制程的产能，全都牢牢锁死在台湾本土。美国的台积电工厂其实依然需要台湾的支持，两边是血脉相连的，仍然需要台湾这边的研发和独一无二的产业生态系统的支援。这反而让台湾的技术和人才像 DNA 一样更加深入地植入了美国，当然也为美国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增加了政府税收。对日本和德国也是一样，这让台湾和这些盟友的产业体系更加坚实地打造成了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利益共同体。那么封锁台湾就不再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军事行动，而是对全球经济都有毁灭性。彭博社曾经做过一个非常详细的推演，结论是一场台海危机将给全球经济带来10万亿美元的巨大损失。10万亿是什么概念啊？这大概是全球 GDP 的10%，这相当于让日本和德国这2个工业强国1年内的经济产出全都蒸发掉。这个程度的损失远远超过了2008年金融海啸和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远远不是俄乌战争这种级别的冲突可以相比的。这样一来，拯救台湾对于美日欧这些主要的经济体来说，就不是可以一个慢慢悠悠考虑的道德选择题，而是一个事关到自己安危，必须立刻作答的必答题。产业绑定，于是就为台湾争取到了最宝贵的国际反应时间。那么这个反应时间能有多快呢？根据目前主流军事智库的兵推分析，普遍认为美日有能力在24到72小时之内，在台海周边集结起一支有效的海空军力量。我们可以用3天反应圈这个概念来理解，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彻底打破中共想速战速决，造成既定事实的幻想。事实上，并不是美日欧在和中共赛跑，而是为了避免自己的经济灾难，在和时间赛跑。好，最后总结一下，台湾这2大求生策略，重新划定朋友圈和深度嵌入世界产业链，他们的战略目的是高度一致的，就是既要让台湾能够有能力长期独自面对挑战，又能够有能力在短期的危机当中呼唤来盟友的支持。只有做到了这2点，长期短期目的都达到了，台湾才能够获得它需要的经济韧性。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